这广场很漂亮，它弄了很多灯饰，树上面满满的电灯，晚上这边应该会亮灯，晚一点再来拍吧。有腌过酒的那个猪肉，炸的菠菜，这个是扣，这个是大鱼，这个是今日特餐。桌子满了，一个吃完再吃，好。吃完这个再拿。它这个鱼啊，里面好像吃起来不太像鱼，有点像是鱼浆去混那个马铃薯。这个猪肉呢还蛮瘦的，我觉得是这边人喜欢吃这个，有点像是猪里脊，它的酱汁还蛮香的。大鱼，乍看之下还蛮像我们的酸甜鱼。很像啊，它不是先炸的，应该是放在那个酱里面很久，它不就好像。这是我们今天吃早餐的地方。这样一套是3.05欧，就是一个咖啡加上一个面包，它有很多种组合。好吃的是吧？好吃的吗？它是外面酥脆的那一种。酥脆可是没有到很油的那种。不错吃，你试试看。奶油融不掉。那面包是热的吗？热了，烤过了。哦，烤过。很好喝。奶油不好抹。这广场也有好多橘子树啊。大教堂在这里是真的还蛮壮观，看人家拍照片里面很华丽。我现在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主教座堂，以总面积来说，它是欧洲最大的哥德式教堂。这座金光闪闪的主祭坛以金箔包覆，这么样的奢华其实是跟大航海时代有关。当时西班牙从美洲带回大量的黄金、白银，塞维亚正是唯一的官方贸易港，所有的财富都先流进了这座城市。哥伦布的骨骸在这边，听说他的遗体经历了多次迁葬，最初是安葬在圣多明哥。后来因为西班牙的政治因素被迁到哈瓦那。也有一种说法是，西班牙当时并不愿意让哥伦布的遗体回到西班牙本土。尽管如此，遗骨还是回到了塞维亚的主教座堂安葬，但仍有部分的遗骨留在多米尼加。这一段历史充满了争议和政治背景。Stand before any image of Our Lady that is in this cathedral, dedicated to her, for this moment of retreat. 我们在耶诞市集啊，有看到摊位在卖迷你版的这个场景。超多人的。这边是塞维亚大教堂的外面，参观完出来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橘子花园，听说是不好吃的橘子。这家叫做
范米利范米利中式餐厅。菜单有一种是选3样菜，7.95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中餐店吃炒饭了。我们来1个礼拜还没有吃中式料理。这是虾仁炒饭。来给你一点虾。好，这个5只虾。吃。我们先选了一个牛肉炒米粉，牛肉这是这是比较小份，有高丽菜。高丽菜。对，这是第2盘炒乌龙面，乌龙面炒虾的，它炒的东西还不错，不会太咸也不会太甜。哦，这个是牛肉，牛肉蛮多的。我们又做了第2轮，这次叫的是鸡肉虾，有点像是酸甜。昨天我们吃的鱼就是这个，对，我们觉得它的东西还不错哦。离开主教座堂，来到塞维亚另外一个必访地标——西班牙广场。广场建于1929年，是为了伊比利美洲博览会而兴建的展览空间，现在已成为城市的代表景点之一。广场中央有一条人工运河，多人在划船。整个广场呈半圆形设计，象征西班牙拥抱过去的殖民地。沿着建筑走一圈，每一个小拱门下方有着西班牙不同城市的彩陶壁画，讲述着各地的历史与文化。建筑本身融合了文艺复兴、摩尔式与新古典风格，拱廊、陶砖、铁艺。这广场我们就来了2次，白天拍拍照，傍晚等日落前就随意选一幅喜欢的城市词画，坐着发呆，看着广场上的街头艺人表演。夜色渐渐降临，整个广场亮起柔和的灯光，晚上则多了一份安静又浪漫的感觉。又封街了，今天没有电车了。哦，超多人的，然后2旁都有卖跟圣诞节装饰有关的东西。我们昨天在走去市中心的路上，发现这家餐厅非常多人在排西班牙油条。今天早餐就吃西班牙油条吧。这家餐厅非常小，只有吧台的位置，所以大家都站着吃。我们通常都是出门前先看好菜单，决定好要点什么，然后直接进去跟服务生点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忙了，有可能不会注意到你。我们今天点的就是一份西班牙油条，加上巧克力跟咖啡。西班牙油条真的是太好吃了。目前我们这样一趟下来，西班牙油条还没有吃到很雷的。好，餐厅就在这个都市阳伞的正对面。好，我们点了这个是伊比利猪，它是 tapas， 所以比较小份。我来这边还没吃过这一种新鲜的伊比利猪。
薯条好好吃。哇，这猪肉好好吃哦，好好吃的。猪咬下去有那个油花，然后它的调味非常的简单，它就是煎过之后，然后想象这种粗粒的盐，好吃啊！它这个酱还蛮特别的，它肉不会很硬哦，它是有油花的那一种，很嫩。这样一盘是4.9欧，大概是150、160台币这样。我觉得肉很好吃诶，它的薯条好好吃，一直说薯条好薯条吃。真的好吃。它的炖饭很快就来了。这个是海鲜炖饭，它也是规定要订2人份，一个人14欧。今天我们吃的比较大份，这样。可是好香哦。那天多料哦，那天。今天比较多壳类海鲜。它煮好再放下去的，不是在这边煮。你看，我也连。这家的海鲜炖饭跟我们在格拉纳达吃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它应该是煮好才放在这个锅子里面的，所以它锅子不会滋滋的声音。里面一样有小卷、鱿鱼，有蛋菜、有蛤蟆、有虾子，然后虾子是没有剥壳，它的米心是稍微有一点偏硬的，口味跟我们在格拉纳达吃的又有点不一样。这个建筑叫做都市洋伞，我们的公寓就在后面那一栋，一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这个蘑菇了。我们的公寓也叫蘑菇。对，好，我去看一下。它晚上可以上去看夜景，待会晚一点我会上去。它里面好像有市场，我们先去市场逛一下哈。今天有圣诞节活动。cash。11块。Gracias。而且100%是1比例。Yo no quiero que me integréis nada, pero que sepáis que estáis vendiendo un yogur que paga. 在这一家买了2种不同价格的1比例猪。我们在都市洋伞下面的超市选了2家肉铺，这2份呢是同一间买的。后来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摊，想说比较一下，这100克6.99欧，这个是100克10.99欧。他说这个是肩膀的部位，这个是后腿。这一家就纯粹看它油花不一样，100克是8.9。人家说吃1比例猪啊，就是要用手吃，不可以用叉子、汤匙吃，因为他们喜欢手融化那个油脂，吃到肉的香味。同时吃了这个跟这个比较之后，后腿啊比较贵的这个，它的肉你咬下去的那一瞬间，你会觉得它的肉质比较嫩，这个会稍微硬一点，可是也是很好吃，只是说比较起来，这个是后腿肉真的比较嫩，可是都好吃一下子就完了嘞。前面提到都市洋伞是可以上去的，我在网络上订票选择日落时分上去，可以同时拍到日落跟刚亮灯的景色。虽然这个都市洋伞从下面看就已经很漂亮很壮观了，但来到上面就是不一样的风景。我们住的公寓就在都市洋伞的斜对面，这就是我们的公寓。我老公已经在那边挥手了。傍晚时分，已经很多人上来，然后想要卡位拍日落了。开始亮灯的都市洋伞，我觉得上面很漂亮哦。随着音乐，灯光会变换不同的颜色。
上来是没有时间限制，你可以慢慢走，慢慢拍。等你看完之后呢，还有一个4D 的塞维亚体验。影片一开始之后呢，就不能拍照录影了，一定要自己来体验了，我觉得很棒哎。好，今天的第2家，我们来吃 tapas。它跟我们中午吃的应该是同一个公司。这个是炸鱼。我们上次在哪里也吃过炸鱼啊？格拉纳达。应该是鳕鱼吧。猪的脸颊肉。我们点的都是小份的。小份。哦，这比较硬。脆脆吗？我们没有吃过猪脸颊。还不错，就是比较瘦而已。中午的比较嫩，这个是小份的牛尾。上次我们在哥多华吃的是正常的1份，这个是小份。那个是炖牛肉。这一家我们就点了4样。骨肉分裂，看。那天我们在哥多华吃的牛尾大概点了3个还是4个吧。哇，好吃啊！这个很好吃，好软啊，这个。炖牛肉应该是一起炖的，可是它酱料味道有点像，就是一个是牛尾，一个是一般的肉吧，我觉得。现在我们退房才来开箱我们的公寓，它没有洗碗机，没有洗衣机，厨具都有了。我们是整理好才要退房，然后有一个微波炉，冰箱在这里，然后里面有晒衣架，还不错。然后电视我们是没有用。这2个是沙发床，夏天或冬天来，它这边都会有冷暖气可以自己调整。厕所空间也算是蛮大的，有淋浴间。我们在这边住了4个晚上，今天要退房了。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我们已经 check out， 要准备前往机场了。晚上的蘑菇是没有开灯的。我们的公寓就在这边而已。这里是塞维亚的机场，待会我们要搭飞机去布达佩斯。